香港法院判决说，虽然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一个叛乱的省份，但是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所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对于台湾人民的福利负有义务跟责任。开罗宣言并入波茨坦公告，经过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同意，1945年8月15号中午12点开始，台湾岛属于中国的。所以我的论述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复杂，各国都很分歧，碰到台湾呢，就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判决出现。一个领土主权属于谁？跟学者跟政治人物无关，重点是国际法上怎么规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投降诏书、日本政府的降服文书，4份法律文件构成台湾领土主权是归属于中国啊，这是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基础来源。2016年南海仲裁案是一个国际法庭，正式定位台湾叫做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学长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有贴了一个贴文啊，其实就是学长去香港法律学者的论坛嘛，哈。那当时演讲标题叫做《台湾当局法律未定论》。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学长，就是说你在这里面有提到很多观念，是不是跟我们总结一下？讨论的是什么？台湾问题有军事角度的问题，有政治角度的问题，也有法律角度的问题。好。那我谈的是法律角度的问题，那政治角度的问题，你只要开心就好了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上的代价。你别给我3个，我要给你，都要给对哈，但是你的主张能不能成为一种法律，那另当别论了哈。对，那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有提到这种创新的一个法律的分析跟概念，那后来也登载在许多的这些刊物上面。所以这一次的香港给各大学法学院他们主办的这个法律学者论坛啊，就特别找我去讲这个台湾当局法律地位未定论的问题。这第一个提出台湾当局法律地位未定论的问题，全世界我是第一个。那因为在座的都是法律学者，都法律法学院的教授，都是国际法的教授，所以他们就集中在这听，所以我谈的角度就比较学术化，对，用的是学术国际法的学术专业语言在谈。那我谈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前有人谈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对，他就讲了，就台湾这个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谁？这个叫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那大部分的都是台独学者谈，那台独学者他们很取巧，他们说啊，旧金山合约没有规定到台湾从日本结束统治以后要归属给谁？对啊。旧金山合约没有规定，所以就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那再加上美国有些政治人物学者也这样主张，所以台湾法律未定论。我先跟他说个前途，一个领土主权是属于谁，这个跟学者跟政治人物无关。这是很清楚的，政治人物讲什么没什么用的，你杜鲁门讲什么没有什么用，就用哪一个政治人物怎么讲，一点用处都没有。那鬼扯，对，那鬼扯。重点是说国际法上怎么规定。那国际法是由国际条约来规定的，所以国际条约规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归属谁就归属谁。这个是毫无谈判的空间。那好嘛，旧金山合约没有规定，有没有其他的条约有规定？有。其他的条约是什么？是由开罗宣言，然后波茨坦公告，以及这个日本天皇投降诏书，再加上日本政府的降服文书，4份法律文件构成台湾的领土主权是归属于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基础来源，但政治上很多人是不同意的，那是你政治上不同意，不表示法律事实不存在。所以有人讲说中共打压，所以我们才没有外交问题等等，这不是中共打压，中共要打压很多人，为什么只有打压台湾问题打压得动？就是因为法律的基础在那一边。是美国也只敢讲一个中国原则只能这么绕来绕去政治上的解释不能够改变法律的状态这是一个。像台湾有一些水准很低的那什么薛化元的学者啦，历史学者，历史学不懂法律的，他们都乱扯一通，望文生义。他讲说开罗宣言只是一个新闻稿，没有错，是个新闻稿。
但是正式公开发布啊，但是公开发布还是一个新闻稿，也没有错。可是问题，当它列入波茨坦公告的话，是的，就变成是一个法律文件的一部分。那有人讲说，哎呀，波茨坦公告只是同盟国，其实没有同盟国，这4个国家，美国、中国、苏联、英国4个国家的签署，其他人没有签署嘛。所以日本人又叫4国公告。对，4国公告没有错。那公告也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开罗宣言并入波茨坦公告。那波茨坦公告在1945年8月15号。经过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同意，是，换句话说，日本天皇同意这个波茨坦公告，就是在8月15号就生效了。而且还透过广播讲，所以当时叫语音放送。对，自己亲自宣布，而且用文字签字写好，对，然后还公开的朗读，文字签字写好送给4个国家。对，而且日本只对4个国家投降哦，不是跟旧金山和维那阿里不达的国家投降哦。所以波茨坦公告就是在1945年8月15号生效，也就是从1945年8月15号中午12点开始，台湾岛属于中国的，没有疑虑。那有人讲说，应该属于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国，那个叫鬼扯。为什么？那是国民党在鬼扯。为什么？什么国民党鬼扯？因为有趣的是什么？日本人投降对象不是中华民国，不管是日本天皇这么讲。或者是日本的这个政府的降武文书都讲说，我们对中国投降。是，那波茨坦公告是中国签字，也就是你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时候，你中华民国就是拥有台湾岛领土主权。而且开罗宣言，中华民国不代表中国，你就不是。而且开罗宣言有个猫腻嘛，它是 stolen from Chinese 嘛，从中国人偷走的。开罗宣言是说要还给我们讲不管说原因是什么偷走了哈，我们讲事实上就是说你要还给中华民国。对，那波茨坦公告也引用这个，可是日本政府说我接受中国的条件，也就是中华民国等于中国的时候，这个台湾岛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没有区别啊。是的，但如果中华民国不等于中国的话，你这中华民国是伪政权嘛？这个国际法上写得很清楚嘛，会有这个问题出现。那所以。这个挑战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法律状态，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只是这个中国是什么？就中华民国政府立场来讲，是说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是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结论是什么？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国家，它只是一个政府的国号。对，中国才是国家，不然你干嘛这么写，对不对？联合国文献也这样写，你自己也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这是构成的条件。可是我现在问题来讲是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没有争论。可是现在问题来，台湾当局法律地位确定了吗？没有，只有美国的这个，但是它是国内法，国内法，好吧。如果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跟国际法关系很有趣。如果各国的国内法都如此的话，就变成国际法。你要知道这个有趣的地方在这里。也就是比如说海洋公约，我各国都立法遵守这个，它就变成国际了。对，就是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上是怎么不是称台湾政府？对，也不是称台湾叫什么中华民国政府，它叫做台湾岛上的统治当局。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台湾岛上的统治当局，那简称叫台湾当局。这第一个。那台湾当局是什么？没有美国法律没有写啊，是不是一个主权政府？有没有主权豁免权？不知道。然后就有，但是你就是个政府。他没有讲政府，从来不讲 government。他只有讲 authority。authority 就是。不承认你是一个政府，可是就是类似政府、类政府这样子。外交或国际公法上，第一个国家承认，他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嘛？是的。第二个政府承认，他不承认台湾岛上有政府嘛？然后第三个叫外交承认就是说你是 authority， 我也可以跟你建立外交关系的，可是连外交承认都不承认，所以我们是3个不承认。美国是一个态度，可是要跟你交往，那交往就是用美国以台湾人民的方式来交往，所以叫 AIT 产生。是这样，法律是这样运作的。台湾很多人不懂，所以就乱扯一通。对，那谁最早讲台湾当局这4个字？是大陆。对，所以我们如果自称台湾当局，不就是用老共的方法？
老共以前叫做国民党反动派，那后来在大概金门炮战之后，他改成台湾当局，那我们就称他大陆当局，对，北京当局，北京当局，就是我不承认你是个政府，但是你是个当局 authority。但是最重要的突破点在什么地方？2016年南海仲裁案是一个国际法庭，这国际法庭非常有意思。裁判的结果，大陆不承认，台湾人不承认。可是他裁定的结果，其他国家都承认。所以称呼台湾叫什么？他正式定位台湾哦，叫做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就是中国台湾当局。是啊，那全世界就变成现在台湾当局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是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可是他没有想清楚这个什么东西。可是很尴尬，因为这个南海仲裁结果是受到美国为首的盟邦大力支持的，全部都支持。对，然后菲律宾，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我包括跟中国大陆很亲近的俄罗斯，他也没有否认哦，也没有不承认。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民进党政府是完全站在美国立场，那不就自己在现在吹破？是啊，我们是台湾 authority， 我们把自己打成猪头嘞。我们是诸侯没有错，我们是美国附属诸侯。对，但是我们把自己的脸打成猪头，在立场上。所以我的论述就是说 ，OK， 那些国际上的法院呢，碰到台湾呢，就会有各种各式样的一个判决出现。比如说，在日本有个光华寮案件，有没有？日本的直接日本最高法院直截了当说，台湾不是政府，台湾在日本没有诉讼权。就直接把它打回票啊，也就是你台湾在日本没有这个台湾政府在日本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诉讼权啊，这是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一个最糟糕的处理方式。是，但另外有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哈，就是加拿大法院对，他们判决台湾可以准用政府的这个豁免权的规定。哦，理由在哪里哈？有个新加坡航空公司不是在我们桃园机场哦，有一次出了事嘛？对，然后新加坡航空公司就告台湾的民航局。说你那个什么工程车摆在跑道上，让害我失事有没有？要求台湾民航局赔偿。那台湾民航局就在加拿大法院，因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乘客是加拿大人，对，就在加拿大的法院里面起诉。那加拿大的法院呢，就模棱两可，不知道怎么办。那最后的最终判决理由是说，哎呀，虽然这个台湾的民航局啊，很多国家不认为是政府，但是它有政府的实质形式，所以我们给加拿大法院可以就这个案子民事事件可以判台湾免赔，民航局免赔，那保险公司还是要赔了，那是根据保险合约。所以我的台湾当局法律地位未定论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复杂，各国都很分歧，有的时候适用。最好笑的是香港法院，我先讲的是法院的判决。法院呢，香港法院有个叫丁什么，你是以前有个投资公司案子知道吧？对，一个诈骗，当时你还小，那时候还小，投资公司有个投资公司是一个丁什么淼我忘了，然后台湾政府不查扣他的财产嘛？对啊，然后他有一部分的财产在香港。那这个台湾就有这个债权人受害者就跑到香港去告要把他的香港的财产拿来作为赔偿的东西。对，那刚开始的时候，香港法院判决说，台湾的法院的判决不受理，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所以就没有法院，台湾法院判决的不算数，不承认你就对，不承认。然后就一直打官司，后来香港终审法院做了一个判决，很好笑，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一个叛乱的省份，但是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虽然不能够直接来对台湾行使管制权，但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对于台湾人民的福利负有义务跟责任。香港终审法院判决了，他对台湾人民的福利跟负有责任。好。所以因此我们就根据香港基本法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要保护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个法官的宪法学得蛮好的，绕了好远。我们要保障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判决台湾的债权人可以在香港跟那个诈骗集团要，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民事我就不管了但这4节刑事我们要帮台湾人民讨公道，这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该实行的义务，那我香港特区政府代理行使。所以它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是类似的，就透过这个以解释人民
人民土地的关系来保障这个实质权益。那当然台湾很少人谈香港这个判例，因为很多法律要谈判例才有趣嘛，你光谈法条是没什么意思。但这个事情谈进去，台独学就崩溃啦。